这支影片帮你整理了25个加州必玩景点：旧金山地标金门大桥、必拍的好莱坞标志、100年历史的艺术宫、圣塔莫尼卡码头、小岛点缀的绝美湖面、世界上最弯曲的道路、绝美沙滩配雪山、渔人码头与海狮、全球第一个迪士尼有好看的烟火加水舞秀、绵延公路与美丽湖景、明星聚集地比佛利山庄、大小朋友都爱的环球影城。想知道加州热门景点怎么吃、怎么玩，要花多少钱？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欧。去年我们玩了欧洲、大洋洲还有亚洲，那现在呢，我到达了我期待已久的美国。接下来的10天呢，我们会从旧金山玩到洛杉矶。那现在刚好是日出时刻，可以看到金黄色的日出，哇！赶紧跟我看看旧金山有什么好玩的吧 ！Go go go！ 旧金山是加州的港口城市，也是知名的雾都，是美西仅次于洛杉矶的第2大都会区。现在我到了第一个旧金山的必玩景点，就是人气第1名的金门大桥。金门大桥横跨金门海峡，全长有2737公尺，建成时还曾是世界上最长最高的悬索桥。金门大桥，它的桥身是国际局的颜色，在时常有大雾的旧金山之中，可以清楚的看到它。但是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如果大雾来的时候，其实还是很难看出它的存在。那我们今天天气超级好，我们有够幸运的，一早来就看到了金门大桥。金门大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，就是它的这一个桥身啊，只用这2根巨大的支柱，还有弧形吊带，就直接把它整个支撑起来，不像一般的桥梁是用桥墩支撑，所以在当时的建筑学上算是一个创举，也让它的造型非常独特。金门大桥有很多点位可以拍摄，像是有一些人啊会选择在下面搭乘渡轮，然后从海上拍。那也有一些人会选择在对面那一边的那个游客中心拍。那我们今天是选择在它金门大桥西北边的山坡上，这个 Battery Spencer 这里拍。那这里呢，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金门大桥，是非常适合做人像摄影的地方。不过要记得在过桥后的48小时内交过路费，才不会有罚金哦。这个金门大桥不只深受游客的喜爱，也是好莱坞电影非常喜欢破坏的大桥，像是《环太平洋》里面怪兽撞倒的大桥，还有《X 战警：万磁王》，他直接把它整个搬起来的，都是这一座金门大桥。下一个旧金山必玩景点是艺术宫。那这个旧金山艺术宫是建于西元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。那因为它的人气很旺，所以是10座宏伟建筑中唯一一座保留于原本的这个位置的。艺术宫的圆形大厅是高达41公尺的圆柱形建筑，是由8组圆柱撑起上方精美的黄色大穹顶，圆柱之间也形成雄伟高大的拱门。罗马柱的顶端还有许多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雕刻。艺术宫是以圆形大厅为中心，然后在2侧延伸出30个圆形柱子形成的柱廊，然后围绕着这个人工湖。最初的艺术宫在1964年拆除之后，有经过整修重建，还有加强耐震。现在不只保留完整原貌，也成为新婚夫妻拍摄婚纱、举办婚礼的热门地点。整个园区不大，快速走完只要30分钟内，但是可以在这边享受一下好天气，还有在这边野餐放松一下，都是很不错的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旧金山的必玩景点——渔人码头39号码头。39号码头有旋转木马、创意甜品、纪念品店和五花八门的街头表演，所有童趣的欢乐元素都可以在39号码头找到。那渔人码头这里有漂亮的海景，还有新鲜的海鲜料理，跟海狮合唱团。但我们今天的合唱团成员有点少，只有1个甲板。这边的海狮啊，听说很多的时候，他们还会互相打架，然后把对方推下那个木板，非常的疗愈。然后后面那里就是摩天轮跟美丽的旧金山市集。在渔人码头这里，还可以从很远的地方看到金门大桥，在那边还可以看到恶魔岛。那这个恶魔岛呢，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然后被这一个海洋围绕，所以被视为是不可逃离的监狱。那以前都是关押重刑犯，那现在呢，变成是可以搭船进去，然后到里面参观，但是一票难求。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渔人码头好好的欣赏远远的恶魔岛就好了。旧金山的下一个必玩景点，这一间 Pudding Bakery。
那这一间 Pudding Bakery， 它是旧金山必吃的酸面包品牌，它是1849年就已经成立的，那已经超过100多年的历史。在39号码头有一间小间的，我们今天吃的是45号码头的旗舰店，超级大间，还可以看到现场烘焙面包的流程。2楼餐厅气氛好，甚至可以看到码头海景。来这一边必点的就是这一个 Soup in the Bread Bowl， 把这个蛤蜊浓汤加在这个酸面包里面。面包怎么这么大？这个面包盖子也太大了吧！天哪！刚刚我们点的是大碗的，他说大碗就是一般的碗的大小，结果超大。可能在美国一般的碗就长这样。对，美国的一般碗应该就是这么大。它这个碗很厉害耶，可以直接把浓汤盛好，然后很厚都不会渗出来，超酷的。这个酸面包的酸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清淡一点，吃起来不太会有那种很酸的感觉，而且它沾上这个巧达浓汤之后，可以把它那个酸味盖掉，然后又可以软化它的这个有嚼劲的面包，吃起来蛮搭的。刚刚我们吃了79美元的午餐，含小费，这样大概2000多台币。但是它很好的是，我们在2楼的餐厅用餐，我们可以折抵这个停车费，折2个小时。这里1小时多少钱知道吗？360块台币，折2个小时720。现在到了下一个旧金山的必玩景点——九曲花街。九曲花街号称是世界上最弯曲的道路，但其实不是。不过它绝对是最美的道路。短短的一小段路就有8个急转弯，非常考验驾驶的技术。为了证明我的驾照不是鸡腿换的，我刚刚已经从上面开下来成功。它是单行道，它只能从上面开下来，然后两侧的话是人行道。其实这一条九曲花街它本来只是一条直线，但是后来为了考量到行车的安全，所以把它变成 S 型的，让它的坡度变得没有那么斜，然后也在中间车道的部分增加瓷砖，然后增加摩擦力。而且后来呢，当地居民会在这里种植一些花花草草，所以让整条九曲花街看起来更加漂亮。如果搭乘这一台叮叮车，可以在九曲花街的最高处这边下车。最高点这里虽然看不到那个弯曲的感觉，但是可以看到那边的奥克兰海湾大桥，还有 Cowit Tower。下一个旧金山的必玩景点是我身后的彩绘女士。彩绘女士一开始是指美国建筑业的专业术语，后来就开始泛指美国城市内这种色彩鲜艳的维多利亚式房屋。那在旧金山最有名的彩绘女士，就是阿拉莫广场对面的这6个整齐划一的建筑物，她们也称为6姐妹跟明信片屋。这一排6姐妹，其实相较于旧金山市的其他精致建筑，看起来算是比较朴素一点。但为什么这么有名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它在比较高的地方拍过去的时候，可以把后面的旧金山市景跟天际线一起拍进去，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。再加上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，把514个街区全部摧毁，但是6姐妹却完整幸存，所以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建筑。现在早上7点，我们挑了姑姑家附近的这一间 Country Waffles。那因为美国内用呢都必须要付小费，我们是属于小资旅游，所以我们就来外带回去姑姑家吃。我们出门忘了带钥匙，现在我们在门口席地野餐，松饼，然后还有薯丝跟炸鸡，培根，哇，大家等着吃。甜甜的松饼里面夹着咸咸的欧姆蛋与香肠，吃起来有层次，不错吃。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带到钥匙，现在我们吃完早餐也回不了家，我们决定到附近的好事多来朝圣一下美国好事多究竟在卖什么东西。因为好事多那一边不能拍照，所以我都是把价格记在我的脑袋里。我自己买了一个 BOSS 的音响，这个音响原本129美，然后现在呢变成折20块，台币3800左右吧。这台湾好事多要卖，我记得是卖5000多块钱。所以如果是买美国的品牌的3C 的话，真的可以来美国的 Costco 买。回国前还买了 Acer 的曲面萤幕，它3寸就要付200美金托运这个超大件行李。食物的话，价格就差不多，而且如果你是买亚洲食物的话，反而会比较贵。像我刚刚就看了那个鳕鱼香丝，一般要500块台币耶，台湾好像才卖300多块吧。因为美国物价都蛮贵的，物价大概是台湾的，我觉得应该有差不多3倍吧。所以
一样的价格，在这边的 Costco 买还是真的非常便宜。那我们吃一个早餐就快2000块了，那这个2顿早餐的钱就回来了。下一个旧金山的必玩景点是这一条 California Street， 这一条街是旧金山最长也是最重要的街道之一，它长达8公里，横跨了54个街区。这一条 California Street 两侧有很高的高楼大厦，然后夹着中间这一个高低落差起伏很大的街道，看起来超级像我超爱的电影《全面启动》的场景。而且呢，在 California Street 的终点可以看到奥克兰海湾大桥，这边很推荐大家使用长焦镜头。如果没有相机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拿 iPhone 开3倍镜拍出来的感觉是最有压缩感。定位旧金山斯坦福万丽酒店，在跑华街上是最佳的拍照点，可以在红色区域的叮叮车轨道上拍照，不会有汽车通行，但四周车多还是要注意安全哦。下一个旧金山的必玩景点双峰。双峰是在旧金山市区南边的山坡上，有2座相近的山峰连在一起，两边环绕着8字形的双峰大道。这一边完全没有遮蔽物，可以看到整个旧金山市景。那一边的金门大桥都能看到，然后这一边则是旧金山的超高建筑物群，范美金字塔那一些的。但是这里是山顶，所以呢风很大。如果是晚上来的时候呢，就要注意保暖。然后最好可以戴个毛帽，这样子才不会吹得头很痛。那如果说遇到大雾的时候，建议就不要上来了，因为你上来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们今天运气不错，天气很好，视野超赞。建议大家可以黄昏的时候过来，这样子可以拍到夕阳，而且也可以看到这里超棒的夜景。那因为今天我们晚上还有订了餐厅，所以我们就是只能看到日景的部分，比较可惜一点点。今天的晚餐，姑姑请我们吃 Outback， 这间是美国有名的连锁牛排馆，餐厅装潢是美式乡村风，嘴上有附面包，草莓柠檬茶可以点，蛮好喝的，沙拉也很搭份。来 Outback 必点的招牌菜炸洋葱花，这个炸洋葱真的超特别，它里面是整颗洋葱，然后下去炸，吃起来脆脆的，有点像在吃炸鸡，但是它的油有点多，所以可以配着生菜一起吃，就比较不会那么腻。主菜推荐点双拼，餐点选择多样化，都还不错吃，也有意大利面，重点分量都超大。下一个旧金山的必玩景点 San Francisco Premium Outlets， 这个 outlet 超大，它是旧金山最大的 outlet， 什么大牌子、小牌子通通都有，有 Levi's、Coach、The North Face， 还有各式各样的品牌。在这里的 outlet 已经下杀很便宜了，然后我们又去下载了那个它的 VIP 的会员，像我们就是有满150美再打9折的优惠，所以整个买起来更便宜，等于就是免税的意思。强烈建议，如果想要小资友的人，不要来这个 outlet， 不然真的会买到剁手。那今天太阳要下山啦，这边是美丽的夕阳，那我们就明天早上4点见啦。今天我们早上5点多就起床，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。接下来2天，我们要待在太浩湖环湖一圈，然后再来去滑雪，体验人生第1次。这是雪，第1次看到雪，跟滑冰一样。Let's go， 赶快看看太浩湖有什么好玩的。太浩湖深501公尺，是美国第2深的湖泊，海拔有1897公尺高，周围有许多滑雪场、露营地和旅游景点。是1年4季都能吸引许多游客的著名度假区。现在我来到太浩湖的第1个必玩景点翡翠湾 （Emerald Bay）。这个翡翠湾是来太浩湖大家都一定会来的打卡景点。湖的中央那一座小岛叫做芬奈特岛，它直接点缀在这个小湖的中央，然后后面还有整片的湖光山色，超级漂亮的。芬奈特岛是一座花岗岩岛，因为花岗岩的质地坚硬，所以在太浩湖形成时的冰河时期没有被摧毁，之后就成为太浩湖唯一的一座小岛。仔细观察，还能看到芬奈特岛最顶端的一座小废墟。就是这片美丽的景色，让大文豪马克·吐温都赞叹
想呼吸天使的空气，那一定要来太浩湖。这里的湖可以拍到漂亮的蓝绿色跟湛蓝色，非常有层次，超级漂亮。而且这里很幽静，周围都是一些针叶林、高山树木，整个就是置身于人间仙境啊！太漂亮了。来到美国旧金山，一定有时间的话要来太浩湖，超美，绝对值得。我现在只穿一件配外套，快冷死了，-6度。大家来的话要记得，虽然有太阳光，会有一点温暖，但是还是要做好保暖。我手只要抽出来就已经快冷爆了。我是在 Mirante 的 Emerald Bay 拍照，汽车停在 Eagle Falls Trailhead Parking。如果路边都停满了，也可以到 Emerald Bay State Park Lookout， 这边可以停汽车，也可以看风景哦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太浩湖的必玩景点 Sugar Pine Point State Park。这一个州立公园是在太浩湖的西边，这里超漂亮，有这一个码头，还有太浩湖当背景，后面是雪山，拍起来超级漂亮。那这一个州立公园里面呢，有12英里的沙滩，加上这一个清澈湖水，而且还有它最有名的水中铁轨。这一条铁轨是1900年代下船至湖中的轨道，现在已经废弃，没有再使用，可以非常清楚看到铁轨延伸至清澈的湖水中，就跟神隐少女是一样的哦。这里是太浩湖沿岸唯一在冬天依然提供许多活动的州立公园。园区内有一些可爱的小木屋，还有好走的步道，甚至有整片的雪可以玩哦。地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松果，树上也有可爱的小鸟，还有松鼠。进入这座州立公园，记得要良心缴费。冬天的门票每台车5元，夏天10元。导航 Sugar Pine Point State Park， 停好车之后，沿着步道走到 Sugar Pine Point Beach， 就是有码头的地方。往右边的步道走到 Rail Tracks， 就可以看到水中铁轨喽。下一个太浩湖的必玩景点 Tent Harbor 沙港，这里呢也是号称太浩湖最美而且人气最旺的沙滩。这边的水超级清澈，再加上那边有一些奇特的岩石，所以整个沙港的景色是非常漂亮的。太浩湖的水它是终年都不会结冰，而且有60条以上的河会流进太浩湖，但是只有1条河流会流出去。我觉得太浩湖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应该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最漂亮的湖。我上次去奥地利的时候，那个欧洲最美小镇哈修塔特，我觉得都没有这里漂亮。哇，我可以待在这里1个下午，超棒！好美，而且你们看它这个湖水有够清澈的哇！刚刚甚至还有听到其他游客说绝了，太绝了！我待在这里根本就是玷污了这一个湖。现在我们在攀登这个岩石，嘿，这边的大岩石要特别小心哦，最好是2人1组互相帮忙。哇，好美啊！虽然有狗狗，还有很多的外国人在岩石区攀爬挑战，但其实岩石的高低落差很大，连平常有在运动的我都要手脚并用才能够勉强爬上去。建议大家可以在远远的地方拍，就已经很好看咯。我们停在那个国家公园里的停车场，入园费是1台车10块美元。园区规划得很好，不止停车位充足，还有漂亮的沙滩以及好走的木栈步道，甚至有马车可以付费搭乘，还有很多小动物可以观察，也有满地的松果。想要去岩石区的话，可以直接导航 Ramada Point Rocks。我们一早就出门了，没有吃什么东西。现在我们到他们的超市 Safeway， 要来买一下我们中午的午餐。因为太浩湖这边很冷，所以我们就来超市里面买熟食。我们买的是这个 combo 的，它可以点一个 entree 2个 sides， 就是一个大的，然后2个配菜。在冷冷的地方吃什么东西都好吃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太浩湖的必玩景点 Cave Rock。洞穴石，这个 Cave Rock 是在300万年前的时候火山爆发所形成的。那在当时啊，被当地的原住民认为是很有灵性的象征。当时甚至只有巫师可以进去里面，然后询问神明他怎么去治疗那些生病的族人。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些人在那一边了，走到半路还有一只狗狗。美国人真的超喜欢带狗一起出来爬山，在这一边视野极佳。可以看到美丽的公路跟湛蓝太浩湖，但等一下我要挑战爬上这一个高高的石头，看看到山顶上可能就会比较久一点。但一般人如果不想太累的话，
走大概10分钟左右吧，就可以享受这个美丽的太浩湖跟旁边绵延的公路。想要挑战爬到 K-Frog 山顶的朋友，要注意这边的岩石有高低落差，一定要穿着好走而且防滑的鞋子。虽然对有在运动的人来说不会太难，但还是要注意安全哦。太美啦！在 K-Frog 的山顶完全没有遮蔽物，视野超赞，可以360度的俯瞰整个太浩湖，真的非常漂亮。超级值得，这风景美，要是有体力的人真的要爬上来看看。停车的话可以直接导航 K-Frog Trailhead， 就可以直接把车停在登山口，但是只有3个停车位，一定要记得早点来，不然就要到海边的大型停车场，但就要多走一小段路，会比较耗体力。现在我们到了今天我们要入住的饭店 Desolation Hotel， 因为我们明天要去太浩湖的最美雪场 Heavenly， 这间饭店就在它的山脚下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走路去滑雪，就不用找车位，也不用付昂贵的停车费。这间饭店还有游泳池。我们今天住在3楼 A32的房间，马上来看看。Oh my god， 超美的啦，太赞了吧！超新的，很温馨，有一种日本的清新感。床旁边这里啊，居然有这个无线的那个充电座，直接可以充 Apple Watch， 然后 iPhone 也是。这个可以直接冲上去，哇，超级方便的啦！这个是我们的第2张床，它是沙发床的，也是小客厅。然后这一边，它大电视，还有厨房哦，厨具超级无敌完整的。这一个是我们的微波炉，4个炉具，然后再加上下面也有大烤箱，哇，这一组啊。是意大利的碗盘，通通都有。晚上我们就去超市大买特买来煮。然后这边有超多他们自己的咖啡豆，可以好好的泡咖啡。如果不够的，也可以再下去楼下要。哇，餐具一应俱全，超赞。下面这里最下层还可以煮火锅哎，什么锅子都有了。天哪，外面还可以有一个小空间休息哎，全部都是木地板的。超大浴缸，晚上在这边泡汤看星星。这一间饭店一晚虽然要价12000，但是真的是超高级。它的厕所里面有一个大浴缸，然后淋浴间，它的备品也是用超高级的。吹风机居然是戴森的，而且各种吹嘴通通有。因为山上很冷，所以它这里还有一个暖气，只要按这个按钮，这边就可以加热，超舒服。而且更厉害的是，它居然有户外加热的暖气，这样子你在户外泡澡的时候就不怕冷到。我们现在正在煮今天的晚餐，鲑鱼、虾鸡汤、维力炸酱面跟牛排，它的咖啡。今天的晚餐太丰盛啦！下一个太浩湖的必玩景点是搭乘赶兜拉缆车。先在 Heavenly Mountain Resort 的柜台买好缆车票，再到旁边租借滑雪用具，穿好装备之后直接排队搭缆车，装备可以挂在缆车的外面，会有工作人员协助。赶兜拉缆车有接近4公里长，中间可以在 Observation Deck 停靠，这边是海拔2781公尺高的观景台，可以欣赏到整个蔚蓝色的太浩湖。还能欣赏被白雪覆盖的雄伟山脉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，真的是超漂亮的啦！如果你不要滑雪，也可以直接单买上来观景台的门票。太浩湖的最后一个必玩景点 Heavenly 滑雪场。Heavenly 滑雪场是旧金山湾区附近的3大雪场之一，它总共有28条缆车、97条滑雪道。我们现在呢，搭到赶兜拉缆车的最终点，就是海拔3078公尺的 Heavenly Ski Resort。现在我们要搭缆车，我们今天玩的是 Big Easy 超大简单。我们现在在搭缆车了，耶！这个前面没有扶手哎，哇，太可怕了！第一次滑雪，我们连 Big Easy 都摔得狗吃屎，赶快回到新手村练习。耶，成功！我
们滑得好累，来吃点东西。薯条300多，然后汉堡600多，两个加起来大概接近1000块，900多块。在山上吃真贵。等一下去外面滑最后几趟就要下山回去旧金山了。滑雪超好玩的，而且一边滑还可以欣赏这个超美的风景，超赞。滑雪滑到第6趟，终于有一点抓到滑雪的感觉了。我们在美国做不到安全帽以外的护具，所以建议自己带护膝、护臀更安全哦。现在我们滑完雪了，要准备开回去旧金山市区，然后明天我们要飞去 LA， 最后的5天我们都会待在洛杉矶玩。现在我们搭了国内线。洛杉矶是加州最大的城市，人口大约有400万人，是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2大都市，拥有好莱坞标志、环球影城、迪士尼等等多个超热门景点。第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就是好莱坞标志。好莱坞标志绝对是洛杉矶最重要的地标，它同时也是代表美国文化的精神象征。它是由9个14公尺高的巨型白色字母拼起来的。好莱坞标志创始于1923年，而且原先呢，它其实是写 Hollywoodland， 是一个房地产的广告。现在的好莱坞标志是西元1978年的时候，有9名资助者捐了25万美元，然后重新打造了钢制坚固的好莱坞标志。推荐大家可以导航好莱坞湖公园，在这一边有一大片的草皮，很适合拍照。美国真的很宠物友善，连狗狗都有专属的饮水机。下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是格里菲斯天文台。格里菲斯天文台也是洛杉矶非常重要的地标之一。它在洛杉矶南边的山丘上，这里有345公尺高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，可以俯瞰整个洛杉矶市景，还可以看到远方的好莱坞标志。晚上这边更是有美丽的夜景。这个天文台的外观充满了希腊的美感，然后在这个草皮这里最显眼的地标就是这个天文学家纪念碑。天文学家纪念碑是为了向6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、伽利略，还有谁？我看一下小抄，克卜勒、牛顿，还有喜帕恰斯跟赫雪尔致敬。后面2个完全没听过是谁。刚刚前面那里是比较农村一点的，都是一些草皮啊什么的。走到格里菲斯天文台的后面这里，就可以看到整个市区。哇！可惜现在有一点点雾，看不清楚后面的建筑。然后晚上的时候来这边，一定可以看到很棒的夜景。变形金刚、越来越爱你等等多部好莱坞电影也都有在这里取景。不止格里菲斯天文台，还有风景很美。天文台里面也有很多天文学与科学相关的展区，可以让大众免费吸收天文知识。也有民众会在大草皮野餐休息，陪毛小孩玩。今天还有遇到奇怪的街头艺人，扮成一棵树下人，旁边的游客吓到手机都掉到地上了。要前往格里菲斯天文台，可以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就能抵达，有大型收费停车场。今天比较早来，我们就是停在路边停车格，它12点以前都是免费的，12点到晚上10点要收费，10元1小时。我们停在路边，只要压在线内就可以了。今天很幸运，免钱。要前往格里菲斯天文台，一样是 Google Maps 直接导航，我们的车就是停在上山这一条路边。晚上我们来看夜景的时候，运气非常差，遇到大雾，几乎什么夜景都没看到。还好进到天文台，近距离观赏大型天文望远镜，也是很特别的体验。下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是马里布海滩。马里布海滩它是背山望海，拥有整片绝美海景，而且这一边它是比较世外桃源的地方，没有像市区那么吵闹，所以有很多好莱坞明星会在这边自产。你可能随便路上看到的海景别墅，就是某个名人的家，就像继承者们他们的男主角金探，还有钢铁人电影里的 Tony Stark， 他的家也是在马里布海滩。在这边超舒适的，有这个大片草皮，可以坐在这边享受这个海景，还可以一边看着草原上的松鼠大军，很可爱，很疗愈。在这个小径这样子走一走，
就可以享受悠闲的下午了。我是在 Malibu Lagoon State Beach 散步，可以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前往。今天我们要吃的午餐是马里布海滩这里很有名的海景餐厅 Moon Shadow。这一间餐厅，它是很多好莱坞明星都很喜欢吃的餐厅，还有很大的阳台，可以直接看向这边的海景。这一边有一整排的沙发区，然后这一边就是窗边位。天哪，好漂亮的海景啊！我们今天好像要坐在角角哦。他说这是 the best place in this restaurant， 这是最棒的位置。我们的午餐来喽！内用有提供免费的面包、奶油跟冰水。美国餐点分量都蛮多的，而且也不便宜。我们4人点3份主食，分食刚刚好，一边享用美食，一边欣赏窗外美丽的海景，非常放松，也很适合在窗边拍几张美丽的海景照。那前往 Moon Shadows 可以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 Moon Shadows Malibu， 把机车停在路边的白线内是免费的，如果停在餐厅停车场是要收费的哦。这间是我们今天入住的 Airbnb， 它里面很大，这是他们一进来的厨房，然后什么都有哦，洗碗机，4个炉具，大烤箱，哇，这个冰箱也超大的。然后客厅有一个超巨大的电视，然后沙发区，哇，烤面包机耶，真的很齐全。下面这是什么？哇嘞，这是酒柜吗？哇哦！然后吧台区，可惜现在有点暗。这个客厅还蛮大的。然后我们的房间这里有大大的镜子，还有一个大型双人床。这边早上的时候光线洒进来，应该会蛮不错的。然后这一边有一个小空间，进来就是浴室，浴室很明亮，干湿分离的，还有大理石的台面。这是另外一个房间，总共有2个房间。Airbnb 的订房链接我一样放在下方的资讯栏。Agoda 订单成立之后，屋主会寄详细的地址跟入住办法给你。当天我们入住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所以找了很久。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要怎么快速找到这间 Airbnb。它就在这个十字路口的第2间，它这边有写字3260号。然后进来的时候要先输入我们在 email 上拿到的密码，然后输入完密码之后，铁门就会打开，这时候我们汽车就可以开进这一条小小的通道。那这一间 Airbnb 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还有自己的停车场，所以像我们自驾的话就不用停在路边，担心被敲车窗。而且它这一间，因为我们4个人，然后它有2间房间，所以就可以各自有各自的空间，就很棒。然后我们停车位就是在这边，电子锁输入完之后，稍微转一下，打开啦。现在到了下一个洛杉矶必玩景点圣塔莫尼卡码头。圣塔莫尼卡有绵延5.6公里的超长沙滩，全年还有超过300个大晴天。这一边有阳光沙滩比基尼，如果想要体验加州的好天气，就要来这里。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太平洋公园。是可以玩一些游乐设施的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我身后的66号公路终点标志。这个66号公路是第1条美国中西部直接开到太平洋的公路，贯穿了8大洲，有3900多公里长，是电影《阿甘正传》跟《铁达尼号》都有的拍摄地。圣塔莫尼卡是非常热门的观光景点，有很漂亮的海岸跟绵延的沙滩。还可以悠闲地看着海上的船只发呆，也有许多摊贩跟商家可以逛。那前往 Santa Monica 可以直接 Google Maps 导航过去，旁边就是满满的停车位，非常好停车。现在我们要来吃今天的午餐，也就是来洛杉矶美西这边必吃的 In and Out。它是这边的素食店霸王，有超级多忠实粉丝，而且东西也很便宜又好吃。ta-da！它主要是以这种红白色系为主，
我们点的餐点上来了。这个是我们的动物 style、animal style 的，是上面有加特殊酱料的，还有洋葱。然后这是一般的 French fries， 这是我们的双层牛肉吉士堡，超大的。然后这是因为有人不吃牛，所以就点这个 veggie 的蔬菜的汉堡。还有隐藏菜单那不勒斯奶昔，是把巧克力、香草还有草莓通通混在一起的奶昔。这个汉堡超厚的，哇啊！它面包烤得很脆，那个肉吃到现做的新鲜感，而且它的起司超爆多，生菜也很多，所以吃起来不会很油腻，还蛮清爽的。赞呢，赞，好吃。除了薯条以外，还有加起司酱、洋葱跟一个特殊的抹酱，这个橘色的，吃进去真的好吃，很特别。它的奶昔超级浓稠的，好喝吗？比上次在新加坡的麦当劳喝到的好喝100倍，哇，超赞的！来洛杉矶、加州这边真的一定要吃 In and Out， 好吃，超赞，推荐大家来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——粉红墙。这个粉红墙，它是位在洛杉矶梅尔罗斯大道上的标志建筑。它整个墙面都是粉红色的，很有活力。粉红墙同时也代表了洛杉矶的创意跟时尚氛围。上面小小的字写着 Paul Smith， 代表这是一间英国的公司。这个其实就是他们服饰店的一面墙。粉红墙是单纯的拍照热点，没有其他可以玩的。我们速速拍完，前往下个景点。要前往粉红墙非常简单，只要直接 Google Maps 打中文粉红墙就能前往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洛杉矶必玩景点——农夫市场。农夫市场起源于1934年，那一开始是有几十个农夫跟商人，他们开着卡车载着他们的东西到这里，然后就开始在贩卖了。那因为这里离比佛利山庄很近，就是很多大明星啊都会来这边采购，所以也称作是名人的菜市场。在这个大时钟的对面，这里就是农夫市场的入口，这里写 Welcome to Farmer Market。然后走进去就会有很多的摊商。它是这种露天市场，然后东西比外面的还要便宜，也蛮多人的，感觉都是很多观光客跟在地人都会来这里。我们刚刚在农夫市场里的小店买了这个LA 的磁铁，很有纪念价值，它是立体的，然后可以看到城市的样子，包含我们刚刚走上去的格里菲斯天文台。农夫市场的摊位很多，在入口处有摊位地图，可以让游客参考。要前往农夫市场，一样是直接导航 Google Maps， 把车停在旁边的大型停车场就可以咯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——葛洛夫购物中心 The Grove。它就是在农夫市场对面而已。那这边整个购物商场很漂亮，有这个很像欧洲的路面电车，可以免费的在这个园区逛。然后中间这里还有这个水舞秀，搭配着音乐，然后你要在旁边喝咖啡，享受这个悠闲的气氛都很棒。然后整个商场啊，什么都有，有美国的品牌、服饰、运动潮流跟精品，而且它整个购物中心都是这种欧式建筑，非常的漂亮。它这里啊，就还有这个电影院，很有年代感，超级像是那种美国电影里会看到的。然后这边的商店啊，都超大间，各位看看这间 Apple 超赞，还有这一种一大堆化妆品的地方。然后后面那里就是 Nike， 哇，每一个都很漂亮。葛洛夫购物中心号称小欧洲，是洛杉矶必逛的购物中心，喜欢购物的一定要来这里逛街哦。下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是离 The Grove 很近的洛杉矶郡立美术馆旁边的这个大型装置艺术 Urban Light。这个 Urban Light 集合了19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被修复的古老街灯，然后整齐的把它排列出来，总共有202盏灯，17种不同的造型。在早上的时候来拍啊，会有这种光影的变化，而且它这个棋盘式的设计，你从很多个角度拍过去，都会有一种特殊的美感。然后晚上来的话，它会点亮，然后就会有拍出更多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个人认为这里比
一样都是完美打卡景点的粉红墙，还要再更漂亮。要前往 Urban Lights， 要在 Google Maps 打 Public Art Urban Lights 才可以前往。附近的话要找一下停车位。现在我们到了来加州玩一定要逛的超市 Trader Joe's。这一间缺德舅，它的特色就是有卖很多有机食品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特色小食物，都是他们 Trader Joe's 自己的特有品牌。那它的超市里面就是这样子，很美式、很亲民的感觉。然后我们今天买了很多的东西，这一车有超多都是他们自有品牌。刚刚逛完 Trader Joe's， 现在我们来 Super King Market 里面就比较多样化，但是就是比较没有像 Trader Joe's 那样子有那么多特色的自有品牌食物，但是它整个超市空间超大的，而且各区规划的算是蛮清楚。然后它的蔬果区超爆多的。这一整块都是，它这边是 seafood 区，有很多海鲜的，然后最旁边那里还有一区是卖面包的。他们这个超市算是东西都很充足 ，Trader Joe's 是比较像是那种特色的买伴手礼的。那如果是要自己煮东西，在这个 Super King 这里，我觉得煮起来会比较丰富一点。来买美国的刮刮乐，头奖有这么多钱。我们刚刚去超市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直接炸裂！哇！我们的晚餐：炒饭、牛小排，还有花椰菜跟萝卜排骨汤。现在我来到下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，就是迪士尼乐园。这一座迪士尼乐园是全球第一座的迪士尼乐园，它分为2个园区，一个就是比较适合小朋友，也是城堡所在地的。正常的迪士尼乐园，那这一个呢，是我们今天选的第2个园区，比较多刺激可怕的这种游乐设施，然后也是这个刺激的摩天轮所在的冒险加州迪士尼乐园。那我们今天有买快速通关，赶快跟着我一起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吧 ，Go Go！ 冒险乐园分成好几个主题园区，建议大家先从汽车总动员园区开始玩。APP 下载完之后呢，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地图，然后就可以马上知道各个设施的位置，还有他们要排队排多久。我们到迪士尼就要先来玩他们这里冒险乐园最热门的设施——闪电麦昆，还有快速通关也不行，要另外再加钱买。就是在我身后这个，超漂亮的耶，好拟真哦！这是在卡通电影里那个麦昆跟莎莉赛车的地方啊！哇，看到了吗？这边都有仙人掌，还有后面的大石头，真的跟那个电影里的场景一模一样，超赞的。我们排了快1个小时，终于排到了。哇，它的音效很好哎。哇！我超喜欢 Cars 的汽车总动员。哦。Radiator Springs. Not only need to be fast, You need to look fast. Ka-chow! Ramon! Ka-chow! Shiny paint don't win a race. Now get out there. Oh, 要比赛了！笑死，这是怎样啊？我们刚刚的赛车，哇，超快的，超好玩。我拍到嘞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哎，你追焦手啊？哇，真的是好赞哎！这个真的很推荐大家来玩。
不会太恐怖，然后又有速度感，而且还很有声光效果，真的很身临其境在 Cars 汽车总动员里面。另外也有不太需要排队的设施，脱线的垃圾场狂欢会是类似刺激版的旋转咖啡杯，蛮大力的。油车水阵的各种场景都完美还原，仿佛一秒来到汽车世界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园区的霓虹灯会通通打开，真的超有感觉。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汽车总动员园区，因为我们 Klook 买的票券啊，有送20的礼物卡，所以我买了这一台麦昆的小遥控汽车当做纪念品，29.99美，减掉20块就是10美元。接下来前往最新开幕的复仇者联盟园区。哇，我来到英雄区了啊！复仇者联盟的车子哎，这是他们的总部。我们要玩的就是那边那个星际义工队的，超高的，它是自由落体的。这个我们就可以用快速通关了。一进来就能看到可爱的火箭解说姿势的 plane， 这个设施很神秘，要先坐进暗黑的电梯里。My dear friend, what you for? Rocket unblocks you and starts things rocking. 在暗黑之中玩连续自由落体，超刺激。下一个设施是蜘蛛人大冒险，跟着 Peter Parker 一起捕捉蜘蛛机器人。我们现在进来了，拿到3D 眼镜。我们要先坐上超炫的蜘蛛车。哇！好好玩啊！这个设施结合3D 特效跟实体场景，手里还能真的射出蜘蛛丝，超好玩，手也很酸，真的可以当运动。游戏结束后还会统计团体分数。啊！我最高分21万。复仇者联盟园区除了好玩的设施以外，也有超多漫威周边，还有奇异博士的阿哥摩托之眼、宇宙魔方及无限手套等等超酷的纪念品。到了特定时间，还有许多现场表演。这次我有看到的是黑豹跟黑寡妇打击恶势力，奇异博士的魔法秀，但我觉得比起武打画面偏无聊了一点。还有瓦干达带小朋友互动练舞的表演，很适合小朋友。路上也有很多英雄可以跟他们合照，漫威迷真的会爱死这区。接下来我们前往皮克斯码头，来到冒险乐园一定要跟米奇摩天轮拍照。还有玩超人特工队云霄飞车，证明自己有来过加州迪士尼。现在来玩这个皮克斯的摩天轮，它很特别，它的外圈是不会晃的，但是内圈是会摇晃的车厢。啊！我们现在到好高的地方，哇！大家看我背景就知道超晃的。哦！超斜，本来以为结束了，结果第2次更高，呜，头快晕爆了。会晕车的人可能不适合玩这个游戏。你们看我在皮克斯码头的纪念品店找到什么？一只毛怪的尾巴，就可以这样穿起来粘在后面。毛怪屁股，巴斯光年的书包哎，超可爱的啦！飞向宇宙浩瀚无垠，哇！玩具总动员迷看到这个一定会疯掉，这个真的超可爱的。迪士尼正版的熊抱哥有草莓味，淡淡的草莓香，不知道怎么用的，超炫。下个设施是玩具总动员。玩具总动员又要戴上3D 眼镜啦，现在要射这个，这个玩具总动员的射击游戏也不错玩，它的速度很快，然后让你去射击那个分数，然后有一些比较难射的会分数比较高。啊，总共大概有8分钟哦，玩超久的，算是可以玩很久的游戏。接下来前往流星花园，这里有很多游乐设施，大部分都是有一点点刺激，但又不会太刺激的小设施，只要排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可以，耶，很舒服。现在我玩的是金色和风，可以坐在火箭飞艇上吹风，在高处俯瞰皮克斯码头，是很舒服的设施。它这边超有新年的感觉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农历过年，它这边都还有灯笼耶。然后这里的小餐桌都是很中式的，而且有米奇。哇，木须龙哎，看到木须龙了。
木须龙，好大只哦！农历新年的特别游行很有中国风，甚至还能看到舞龙舞狮哦。这个高飞狗的云霄飞车好玩，不会太可怕，但又有一定的刺激性，不会翻过来的云霄飞车，适合给小朋友或者害怕太刺激的人。现在我们要来玩下一个设施——小美人鱼。那我们一样使用快速通关。快速通关的话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只要找有这个 Lightning Lane 的这一个通道，就是闪电通道，只要按 Redeem 兑换一下，这边。这样就完成了 ，Let's go。玩小美人鱼的时候，要坐上贝壳旋转椅，慢慢进到海底世界，可以看到各种海洋生物开心的唱歌跳舞。一边带入艾丽儿的故事，可以看到反派乌苏拉夺走艾丽儿的歌声，还有艾丽儿跟王子相爱的剧情，是个可以听歌重温童年经典的设施。来迪士尼肚子饿了，就是只能当盘子。一包薯片，还有一只炸热狗，多少钱？365，有够贵的。我一整年都会记得它这么贵，但还好它蛮好吃的。接下来前往灰熊游乐园，先来玩最热门的设施——飞越世界翱翔天际。我们要坐上飞行器体验裸眼 3D。这个设施透过巨大的 IMAX 萤幕跟拟真的飞行模拟器，让我们可以乘坐悬挂式的滑翔机，飞越地球上很多热门景点，可以直接1秒钟从埃及飞到北极圈，看看北极熊，还有大片冰山跟大鲸鱼。哇，雪梨！对啊，我们去过嘞。我们看到熟悉的雪梨港湾大桥，超兴奋！上一秒还在北极圈，下一秒就飞到南半球了。下一秒又直接飞到非洲大草原，不只可以看到好多动物，甚至还有草的味道，超逼真的飞行体验，不只能飞行看风景，连嗅觉都模拟得很好。最后再飞回加州迪士尼乐园，可以在空中看到小飞侠里的精灵小叮当，还有迪士尼城堡跟晚上的烟火秀，真的是非常漂亮。我觉得这个设施是迪士尼冒险乐园最好玩、最有意义的设施，大家一定要过来玩，体验超棒的飞行体验跟震撼音效哦。灰熊游乐园这边有一个类似急流泛舟的设施，夏天的时候会很多人玩。后面这是熊的传说，那2只熊。然后这一个乐园是给小朋友玩的，它里面有上上下下的，很适合给小朋友放电。现在来这个小山屋里面看看有什么好玩的纪念品，它就是很像那种登山用品店。辛巴、奇奇弟弟，花栗鼠超适合的。接下来前往好莱坞世界，这一区很适合慢慢逛，而且没有太多很刺激的设施。这边蛮适合下午啊，那些游乐设施已经逛累，玩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来这边好好的逛逛。商店也很多，可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，然后等待我们晚上9点的水舞秀。有买快速通关的话，记得中午12点先到 App 上面抽晚上水舞秀的排队券，可以保留前面的位置，才不会被一堆人头挡住哦。现在我到好莱坞世界后面有一面假墙，蓝天白云，这边很适合拍照。我们来到怪兽电力公司，它在好莱坞世界这一区，五彩缤纷的墙面拍起来也很好看。我们要搭怪兽电力公司的怪兽车了，坐上怪兽车，进到怪兽电力公司，可以看到阿布大闹寿司店，所有怪兽都吓得惊慌失措的场景，还有安全部门儿童探测局。接到通报，马上开着直升机飞过来做全面消毒的工作。最后会跟着毛怪还有大眼仔一起在门山门海之中打败邪恶的蓝道，帮助阿布找回他们家的门。最后再回到皮克斯码头，因为现在已经8点了，可以开始准备入场进入这个观赏水舞表演的区域了。很可惜，因为为了抢个比较好一点的位置，所以没有办法玩到那个云霄飞车。
但如果来到冒险乐园，真的那个云霄飞车看起来就超好玩，我超级想玩的，超可惜啦。我们现在可以从 Blue Entrance 跟 Yellow Entrance 进去，只要出示我们的那个预约的证明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选到黄色区域，就在这个摩天轮的正前方，算是位置还不错。不过它8点就开放入场，可以早点进来就早点进来，这样你就可以在最前面，等下也不怕有被人挡到的问题。等等就要看我们今天的水舞秀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农历的春节期间，所以今天不只有平常的水舞秀哦，还有一个那个农历新年限定的表演。等一下我们一起看看吧。新年特别表演是一场特别设计的水舞秀，表演主要以中国风的音乐搭配中式的红色灯光与灯笼，让我们在美国也很有过农历新年的感觉。在表演结束前，还会秀出各种语言的新年祝福。水幕投影则是派出花木兰里最活泼的木须龙。新年特别表演结束后，就是平常的水舞秀。这个水舞秀超级精彩，利用将近1200个随着音乐起舞的喷泉与彩色的水幕投影，呈现童年的迪士尼动画，搭配好听的音乐、震撼的音效，甚至还有炙热的火焰。我觉得水舞秀最好看的部分是星际大战，不只有经典的星战音乐，动画的部分能看到太空船飞行更加生动，好像自己也跟着天行者们一起在外太空探险。欧比王跟安纳金拿着光剑对决的经典场面，也让人想起第一次看星际大战的感动。除了经典迪士尼动画之外，还有近年最火红的复仇者联盟。英雄出场的时候有招牌音乐，感觉就像来到电影院看漫威电影一样。钢铁人、奇异博士、绿巨人浩克、雷神索尔等等热门角色都接力出场，整个表演营造出壮观而且感人的氛围，超级推荐大家来看的。今天玩了一整天的迪士尼乐园，我觉得这里的整个环境非常的棒。它所有的设施啊都整理得很新，虽然是全球第一座，但是看不出来很有年代感，设施都很有代入感，他们都会有给你一些故事情境，很推荐迪士尼乐园。来洛杉矶真的是必玩这个乐园，虽然门票真的很贵，东西也超贵，但真的很超值，是很棒的回忆。最后的水舞秀真的好精彩，跟那个新加坡的时光之翼很像，但是是加强版的，更好看。而且全球所有的迪士尼，只有这个加州迪士尼冒险乐园有水舞秀，所以呢，如果没看过的，一定要来洛杉矶哦。便宜的迪士尼门票链接我放在底下资讯栏，购买完成后要记得到订单页面点选订单详情，下拉找到如何兑换，先点选第2排预约状态的连结，确认想去的乐园还有名额，再到第1项的迪士尼官网注册账号。登入后点选 Book Theme Park Reservation， 再点 Link a Ticket， 绑定凭证上的序号到账户，当天就可以直接扫描凭证的条码入园，不用在现场排队买票咯。强烈建议买 Genie Plus 快速通关，能玩到很多设施。水舞秀还能抽排队券，保留前排座位。如果只玩1天，建议买单元专心玩，有2天再买2种乐园。如果只能安排1天，推荐冒险乐园，这是加州迪士尼才有的，设施也比较好玩哦。现在我来到洛杉矶的下一个必玩景点——中央市场。这个中央市场，它在1917年开业以来，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。它是洛杉矶市中心最有名的传统市场，因为东西很便宜，而且 CP 值很高，所以是很多人采买跟休息吃饭的好地方。那我们今天要吃的就是在它门口第1间 X Lot， 这是他们的超人气美食，是这边的人气第1名。他们的招牌就是这个蛋蛋，表示他们的蛋料理是最有名的。排到后面，然后转1圈才是我们的排队队伍，超多人。还好移动速度很快，20分钟就拿到餐点。我点了它的招牌菜 X Lot。X Lot 是在玻璃罐中塞入绵密的马铃薯半熟蛋，搅拌后用切成薄片的法国面包沾着吃，口感特别又好吃。
我还点了一个 Fairfax， 这道菜是由现烤的布里欧面包，在中间加入松软滑嫩的炒蛋、培根跟融化的起司，吃得出来食材很新鲜，层次很丰富。下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是在中央市场对面的天使铁路。这个天使铁路是1901年以来洛杉矶的著名地标，它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，而且它的长度非常的短，是世界上最短的地面缆车，同时也被列为美国国家史迹名录之内。它上去大概只要50秒，然后一次是$1。想要来体验世上最短铁路跟50秒花掉$1的话，那就可以来搭天使铁路，每分钟$1的时速。消耗掉我的钱。快抵达啦！天使铁路也是越来越爱你的拍摄场景哦。那我们搭上来1块钱，你要搭下去又要1块钱，所以我们选择走旁边的楼梯走下去就好啦。中央市场跟天使铁路是可以一起前往的，只要在 Google Maps 打 Grand Central Market， 先去玩中央市场，再走到旁边的天使铁路就可以咯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洛杉矶必玩景点比佛利山庄。比佛利山庄是在洛杉矶市区的西边，这一边呢聚集了超级多精品名牌，像这边可以看到那边 LV、Rimowa， 然后 Burberry， 全部都是最高级的精品。那因为这一边呢是好莱坞巨星、NBA 跟各种名媛会喜欢买房子在这边自产的区域，所以房价极贵。也有非常多的跑车在路上跑，这里的建筑都非常漂亮，也号称是世界上最尊贵的住宅区。你只要沿着他们最奢华的罗迪欧大道一直走，就可以到比佛利公园。后面这个 Beverly Hills 就是他们最著名的打卡地标，证明你有来过这个比佛利山庄。如果要在比佛利山庄拍漂亮的马路跟建筑，要在 Google Maps 导航 Rodeo Drive Walk of Style。如果是想拍比佛利山庄的标志，则是导航 Beverly Hills Sign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洛杉矶的必玩景点——好莱坞环球影城。好莱坞环球影城是全球第1座的环球影城，它创立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一览电影片场的场景。我现在已经来到梦幻中的场景——哈利波特的活米村。在这里可以跟霍格华兹特派车拍照，后面那里就是霍格华兹城堡，超漂亮的。来哈利波特园区一定要玩哈利波特竞技之旅，超级好玩，可以体验跟哈利波特一起骑着魔法扫帚玩魁地奇，参加3巫斗法大赛，一起对抗喷火龙。哇！哇！我们来环球影城跟迪士尼一样，也是下载他们的 App，Universal 的这个 App。下载之后啊，就可以看到各个设施的地点，然后还有要等待的时间。我们就是从热门的，然后等得少的设施开始玩。这边的马里奥园区超赞的啦，就好像回到童年时候打马里奥 Game 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打那个 NDSL， 还有 GBA 模拟器。马里奥园区非常好拍，来这边一定要玩最热门的马里奥赛车。只要戴上 AR 眼镜，就可以跟着马里奥一起进入赛车世界。洛杉矶的环球影城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有哈利波特马里奥园区以外呢，还有全球唯一的 Studio Tour， 它就是带你直接环绕整个片场，大概有1个小时。可以坐在游园车上体验大洪水片场，甚至还能戴上3D 眼镜跟冯迪索一起在公路飙车，还有加入金刚大战恐龙，恐龙攻击游园车这段超逼真。还有神鬼传奇的暗黑云霄飞车，以及变形金刚等热门设施，甚至有爆破跟声光效果的现场版电影水世界。Get the girl. Enrique! The Mariners. 迪士尼跟环球影城都很好玩，而且都营造的蛮不错的，很有代入感。但是我觉得迪士尼的营造的气氛会比环球影城再更加的
好一点点。但是如果就游乐设施的话，我觉得环球影城的游乐设施会比较好玩一些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10天的美国之旅，真的超级好玩，但一定要多存一点钱，美国消费真是太贵了，至少是台湾的3倍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